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。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惜吧。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旗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淡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颜淡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旗遗孤，你能识得9旗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旗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旗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旗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。你信也好，
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胡闹！不好啦！不好啦！不好啦！大事不好啦！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！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。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渊君，应渊君，帝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呀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渊君向来仙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渊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渊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一二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渊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、尝遍遍及的佳话。
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哎，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，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悬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
此书本君苦心编撰千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一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比试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，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呢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长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
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，是为拉锯战。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。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和棋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，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
有了帝君的陨落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。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这小人，家属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仙力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必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！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？所谓何事？自尽了，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，前日公事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机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。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，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钦还在魔界巡查，吾借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。吾倒要看看，
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？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房，图杀人灭口。贼子已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了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。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你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应元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严旦。严旦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拜见帝尊，小仙是衍虚天宫的仙士，名叫严旦。严旦，是你赐名的那株四叶菡萏？啊，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衍虚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。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亦在侧，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已被帝尊问话。严旦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严旦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严旦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。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？一个低阶仙士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？此女化为人身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衍虚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去世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。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衍虚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使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贵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衍虚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
一公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、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延续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相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，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。哎，好了，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严旦，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戒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玄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有心伤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现砸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夜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燕丹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严刑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
你犯了情戒。活够了。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璇？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了他。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极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璇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渊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，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际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闲棋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，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
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偷笑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雨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击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，而后归期都偏向你。望着你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，但你未必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回望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及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。就往浮云照着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
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衍虚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衍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露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它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旦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严旦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旦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
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于墨，于墨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说好了一起吃夜宵，你喝什么呢？你居然在喝酒！你才多大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开始学喝酒啦？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喝，可喝多了会使人快乐。快乐什么快乐？别喝了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愿让仙界的人想起他们，但是我又想让他们想起他们。他们为了仙界，为了盟约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命。可是到头来又换来什么呢？我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。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。孙后，按照战前所约定，神族、仙族的援军早在3日前就该带着粮食与补给赶到。可如今，我等仙力虽不可与舍身取义的冉青元尊并论，但也绝非胆小鼠辈。我已与封毅修书，血战至死，亦不足取。孩子会知道，爹娘为他创造了一个幸福、安稳的世界。可我担心的是，同盟军中有人故意存心消耗我们九旗族的实力。若世上没有九旗族，便少了一族跟他们争功邀赏。战局凶险，须得全神贯注。我实在无暇考虑这些狡诈谋私之人的想法。为防不测，我已派人传话于北冥仙君，请求他带着孩子暂且离开战场。尊后，你伤得实在颇重，不宜出战了。无妨。仙君，战事危急，恳求您照顾好我的孩儿。阿晨必定铭恩于心，永世不忘。什么？全族皆灭？那九旗族的龙尊和尊后都没能救下来吗？修罗族强悍，援军扑了个空，待赶到之时，只剩下尸体了。九旗一族何等骁勇善战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呢？我知你一向与九旗族交好，还请节哀。仙君一直告诉我，只有忘记才能活下去，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忘记啊？你是？你居然是九旗！你居然是那条被我喂了800年的小黑鱼！于墨，你放心吧，
既然我能把你养大，以后我也会尽心尽力的负责到底的。虽然天上确实很无聊又很严肃，但是也有很多温暖和快乐在。从此以后，你不仅有北冥仙君，还有我陪着你，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影渊，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，请帝尊成全。气换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影渊，速屏息收力。影渊，影渊。献血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影渊，你的血脉对于六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息辱。影渊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于六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倾巢来袭。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六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影渊，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
该动手了。严丹，昨晚的事情对不起啊。我也并不是有意瞒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对不起就不要喝那么多嘛。如今仙界守卫森严，如果你万一酒后失态，被当成了魔族奸佞，抓到天刑台上，不知道抽多少鞭子。哦。算了，反正昨天我也喝多了，你跟我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真的？有一点你不许耍赖。什么事？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，以后经历了什么，既然你认我这个朋友了，你就要言而有信。从此以后，不许生我的气，不许突然的消失。我可以说狠话，但你不能当真。有困难第一个跟我说，老老实实接受被照顾的命运，懂吗？那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不服啊？服，全部同意。严丹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片漆黑的。只有遇到你，让我生命当中才出现了光亮，而且是唯一的光亮，让漆黑变得有意义，让光亮也有了意义。行，好，那个再加一条啊，除非以后我主动向你敞开怀抱，你不许这么随便占我的便宜。占便宜？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搂搂抱抱的，是要上天刑台的啊？真的？记住了啊，下不为例。啊。我可是有文人傲骨的，无论这次你有什么意见，我都不会改了啊。火光中唯余九岐一族的呐喊与奋战声，这算是九岐奋战而亡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啊，这可是你自己理解的。接下来我就该转换视角讲述了。就从伴随着4大帝君征战的祭都星君桓清的视角开始讲述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我给忘了。你怎么把他给带出门了？他现在叛逆期，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看见他疯狂的往窗外爬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，饭也不吃，针也不给扎的。你跟他同为水族，他跟你格外的亲近。你快听听他在说什么呢？让我听听看吧。他说应渊整日到你的房间去翻他，他在仙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想要自由，宁愿饿死。这私放仙兽下凡界，这违反天条啊！那怎么办？那就违反天条呗，总不能看着他在我屋子里绝食而亡吧？可你方才说过守卫森严啊。就算守卫森严，只要有掩虚天宫的腰牌，谁敢阻我？这地是扫干净了，你看这花花草草的都蒙灰了，还不赶紧擦一擦？帝君最喜欢洁净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敷衍了事啊！站住！本仙下凡取物，向来畅通无阻，为何阻拦？青离帝君下了严旨，魔界不臣，
多番骚扰仙界安宁，为防贼人混入仙界，已将南天门封锁，非帝尊或帝君的腰牌，任何仙家不得出入。你看清楚，本仙是太幽星君，能是魔界贼人吗？区区小事，还非要我把应渊帝君请来吗？正是。荒谬！你如此对本仙，乃大不敬之罪，就不怕天刑台上的雷霆鞭吗？小仙职责所在。帝君，剑上有信。这帮魔族奸佞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罔顾仙界严律。你说他们就不怕帝尊的雷霆之怒吗？自然不怕。邪神玄香已经开始公然造反。帝君，这先锋队兵分两路，一支小队已然闯入，看他们这方向，正是朝掩虚天宫去的。速成帝尊亲允。是，快去。你说你啊，我本来想帮助你修出仙身，可是后来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小小的一只，呆头呆脑的。你说你这样要到了凡间，万一掉到了菜市场，可就不止翻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况且你我也没有什么信物，到了凡间，我怎么跟你相认啊？他是应渊宫里的，以他为质，抓住他！是。且慢！这位魔族小哥，你看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跟那应渊君根本就不熟，你拿我当人质也没什么用嘛。而且我听闻，这个应渊君重新调整了仙界的兵防，若是你此刻强行攻入的话，怕是会掉入陷阱。仙界之北，可有埋伏？当然有，从此处到仙界之北，埋伏着数万天兵天将。这位魔族小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寒月宫啊，还是碧螺殿？不如我带你去吧。破神刀。帝君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破神刀是朔华长老的法器，乃魔界至坚，可劈山破海。想不到此物就伤不了你。你是朔华的爱将拓风，必是受了重托而来。说吧，本君不杀手下败将。我魔族大计，待你死之日便知。他们对自己下了陨身咒，敢做如此牺牲，到底要用这破神刀图谋什么？别管图谋什么了，他们已经败了。你身上的伤，无妨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这个破神刀魔力太盛，可破仙法。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两半。这么说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要不要去天医馆看看？万一那刀上有毒，可怎么办？过早。
你先回延续天宫。魔族对仙神界公然宣战，眼下大战一触即发，分秒必争。本君去殿前听命。嗯。还晓得送伤药来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原来你就是田螺姑娘。创世之战乃6界划分之缘，非同小可。本君是怕你胡编乱造，牵连到偃虚天宫的清誉，这才批注一二。瑶池盛宴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。哦。虽然给你署的名是田螺姑娘，记得哦。抱歉抱歉，我帮你包扎吧。本君自己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我说了，本君自己来。别跟我客气了。一定很疼吧？我看了你的成稿，颇有想法。若是能演出来，必是能荡气回肠。可惜本君也不一定能看到。我最担心的发生了。方才南天门附近，你刚刚遇到的正是魔族的先锋队。邪神已经公然开始宣战，联合妖冥2界，意图推翻9重天。仙界使者陶子期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来祭旗。桓清刚刚来信提醒帝尊，妖魔冥3界已经备了100万雄兵，随时进攻。他正潜伏在魔界，随时等待接应。2个时辰之后，我便要率军出征。你是6级的第1战神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刚刚外面那些魔兵魔将，被你一招就制服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这个小仙士，谁能伤得了你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若是我能平安归来，我定会好好欣赏你这出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君走后，你不可懈怠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检查你的修为，知道了吗？你不是爱自由吗？本君下凡之后就没人管着你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苦，
偷一点懒，活得更舒坦了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查到那些魔兵带着朔华长老的法旗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挟持你的时候，透露过所行的目的吗？我就记得他们要去仙界的北面，可是具体的位置我没有套出来。仙界北面，既无神器仙药，也并没有藏兵部署，甚至连仙兽法籍都没有。去做什么呢？破神刀也破不了结界。不说了，万一日后你……没有万一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君当然要回来了。我说的万一，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这把破神刀戾气极重，若是挨上一刀的话，那便会仙灵俱碎。记住了吗？本君守护六界本来就是责任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挺有自信的。哎呀，我去战场是去驾驭灵兽，是去施法助阵，又不是挨刀淋雨的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看你弄这么大一个包袱，里面啊丹药、衣服什么都有，就差把棺材放在里面了，多不吉利啊！拿回去。仙君，有应渊帝君打头阵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说不定明天此时此刻，那魔族已经认输投降了。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仙池里面的那些灵兽。2条小龙就要化出仙身了，这条小黑鱼也是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。每天的灵药一定要给我喂足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哎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了，咱这时辰也快到了，您就赶紧出发吧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好。参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圣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还钦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六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六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六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六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六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六界不惊，山河有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薄弱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
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至。嗯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欺负就找流星骑去，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蛋顶着。走走走，走。四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嗯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，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。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，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六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让严旦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让严旦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
4. 番归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. 6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若垮了，瑶池7个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！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以后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础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6界之主，天帝做这6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2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意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渊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。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，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。仙族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仙族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2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
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你疯了！这郡主何等高大，你用真身连接救符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状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凤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4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个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严旦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也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连药坑一起扛。还有小安静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在玄苍，再修天机。还去！下界潜伏多日，想与应渊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等着今日瓮中捉鳖。你4大帝君向来诛爱分痛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
应渊！应渊，你的眼睛。 我没事，是我冲动了。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云馆疗伤。不可，我是统帅。如今帝旨一事，玄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俄勿近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渊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好，好。帝君，
我知道了。这回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你来偃虚天宫当差也有段时日了，如今又在战事，怎么还如此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？芷溪副长是此次前来，是因仙魔之战急需法器疗伤。你平日时常跟随在帝君身侧，应该熟悉法器的存放，便由你来指引吧。嗯，好的。算了，知道你贵人多忘事，虽然你没有给我准备吃的，我给你准备惊喜了呢。你好久都没来看我，这份惊喜都要蒙尘了。我是你姐姐，也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会凭自己的能力拿到。一炷香之后，伤兵就要送到天医馆了，快些把正事办了吧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么性命攸关的事情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寻法器，走。还差赤云鼎和缠金断。这两个法器我平日连面都没有见过，番规君也从未提起过。姐，你确定是在偃虚天宫吗？妙法阁登记造册从未有误，是你自己办事怠慢，不熟悉宫中的物件。失去了一半根茎，果然元气大损，修为丧失近半，这气力也减损不少。还是我姐厉害。你这样毛手毛脚，得多摔个几次才懂得小心。先玄仓，后天机，是不是按照我上次跟你说的回去练习了？威力是不是大增？还不夸夸我？小寒经这种高阶仙法，我是因妙法阁职务所需才去学习的。你是负责打扫的仙士，宫中的物品摆件都搞不清楚，反而去钻研这些，也太本末倒置了。没有了，我只是在抄那个仙法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有刊物。帝君让你去抄录典籍，不是让你去偷学的。仙界上下有序，理应各司其职，否则便是僭越。创世之战中，帝尊为救活上古彝族血鹰，以新月刃剜肉喂鹰，血鹰一族得以保存，而帝尊却留下了永不愈合的剜月形伤痕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你能做到吗？大战之中，你能活得如此安逸，是因为有上神以自己的血肉守护着仙界的和平。开战以来，我向战场上输送法器和丹药，未有一刻停歇过。而你还像往常一样好吃懒做，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。我其实没有偷懒，只是那些法器经久不用，我实在是不熟悉。你不需要和我说这些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该做什么心里清楚。我要带着这些法器回天医馆复命了。姐，颜淡也真是聪明伶俐，上次从那儿借的典籍，我怎么都学不会，可是他一学就会。颜淡啊，那当然啦，颜淡比他那个姐姐芷溪强多了。你们少在这议论是非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需要比较。
怎么样，胜了吗？那你们为何这副神情？因为这场胜利代价太大了。创世之战以来，上仙上神之列，从未有过如此惨重的折损。那应元帝君呢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岂不是出征的上神，除了应元君外，无一生还？连祭都星君也不幸阵亡啊！不仅如此，连4大神器都在决战之时陨落。死去的天兵天将，足有8万人之多。天兵送应元君回来时，还说战事一切顺利，怎么会这样？帝君，帝君！三大帝君呐，魂器他们在哪儿？帝君，战事已经结束了，至少结果是好的呀。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全您自己的身体。您一旦伤心动气的话，这毒性必会扩散的越来越快啊！让我的问题，我离开之前，魔界已经被剿灭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伤亡？还是说你们在误传战况？虎毒攻心，帝君怕是要入邪了。回答我的问题，说！战况已经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经下了明示，据说是仙师玄香、这3大帝君和基督星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像之中。因而，帝君，我不该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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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帝君，你不能再伤心动气了！别放我！帝君病发了，快去禀报帝尊！仙魔之战，死伤惨重。昔日枕兵卧马，同生共死，今唯我独活，苟且偷生。应元承蒙厚恩，统领此战，竟一叶障目，使战局混沌。岂有面目在行走于9重天之上？毒发入骨，此乃天成，何该承受？绝无因我残躯祸害仙界之理。今自远离，回馈无敌，唯愿帝尊安乐，勿许，勿念，应元。这火毒，当真无解吗？南域，我们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让帝君减少痛苦，延缓时日。只是帝君哀痛过甚，不愿医治。应渊的性子向来坚决，如今悲愤自责，如果强行把他带回，恐怕他会自戕谢罪。可是毕竟胜了，诛仙面前也应有个说法。如若应渊帝君身中火毒之事传出去，只怕各界又生异动。遥知盛宴将至，妖魔冥3界损伤惨重，还需帝尊重拟6界秩序。
应元君伤势已愈，只因太过苛责己身，下界云游，尽兴便返。明白。至于这6界嘛，如今9重天除了吾与应渊之外，上神皆已陨灭，神界如同虚设。从今日起，神界与仙界合成为天界。冥界已在战中夷为平地，不复存在。魔界数次冒犯天威，此次更是掀起兵乱，谋反忤逆，一律打入叶望川生死场中，永世不得离开。妖族地界、魔界设战领地，皆化至凡间，统称为凡界。战火纷飞的6界已成过往，从今以后，只有天、凡、魔3界。天界雄威，恩师会下，一族一界，焉敢不从？地存英明，3界永宁；地存英明，3界永宁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河宫仙士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便知我们的心意。颜淡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医说，帝君伤势关乎3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若毒发入骨，神之界亡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3界与我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都难以寻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应元君，颜淡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嫣红。
像一捧秋月浓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转眼秋。燕丹，对不起。今日若与你相认回宫，来日命丧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清离帝君应援，无人能护你了。寒肝再开人厮守。我是延续天宫的仙师颜淡，我知道帝尊已经下旨，不允许天一泄露帝君的半点伤情，可我愿意入天一馆，在帝君身边侍疾，麻烦您传达一声，帝君知道以后肯定会答应的。侍疾治伤，是我天一馆各医官的职责，何须假借你手？回吧，若有消息，帝尊自会下旨告知。帝君回天以后，我们既见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。延续天宫和宫仙士心急如焚，哪怕今日抗旨不遵，我也要见他一面。你来晚了，印渊帝君刚辞别了帝尊，下界散心去了。如今各宫的仙君也已陆续回宫，没空搭理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啊！仙君，北冥仙君也回来了，他也在战场，一定知道印渊君的伤势。颜淡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一！好，不必了。随军天一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手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，周身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，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林丹，既
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父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颜淡，是我是颜淡仙君，是我。于梦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父，师父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父，你是九旗。不知，不知。为是死而无憾。仙君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仙君，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里永远陪着你。仙君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圣帝君，越级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，允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，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，享上神哀荣。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忠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心来阁。幼时，
我初到仙界，因心中苦闷，池中环境又与故土大相庭径，身上生了很多怪疾，通体龙鳞脱落。在命悬一线之时，是师父用他的法器玉骨杵将其击碎，使我龙鳞恢复，得以保存真身。贤君这些年法器丢失，经常有上神在暗中讥笑他，嘲笑他庸碌无能。原来是这样。他是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看见凡间的细折子上面写过，若有好人冤死，凡间便会下一场大雨，来冲刷世间的冤情。同时，亲眷的人也会因此得到安慰。可是，这天界有神仙宫宇，有法器灵丹，有万千美景，却从未下过一场雨。天界没有雨雪雷电，亦没有喜怒哀乐。这里看上去很神圣，很庄严，实则非常呆板，并且冷漠。我的师父也只受上神虚名和一口棺木而已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玄心崖也定会易主，而且世人就会像忘记酒旗一般，忘却了我的师父。他做了一切，终究是白白牺牲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不会忘记他。西风眠，弦歌断。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缘生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亮世间，只因世间是他所爱。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于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于墨的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。师父，我长大了，我会强大起来，再也不会让所爱之人离我而去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我出生时便听说，四叶菡萏可以带来祥瑞。可是我活得平平淡淡，常被嘲笑丢了四叶菡萏一族的颜面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才发现一切都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如若祥瑞之说都是真的，我愿意把所有的祥瑞全数转送于你。只要你平安归来，
千万不要像仙君那样。这是我的腰牌。好，这是我的。你干嘛呀？仙君刚刚下葬，应元君又不知所踪，我有一堆事情要忙，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你这几日无精打采的，再不出来晃晃，这脑子都要闷傻了。我这一番苦心都还不是为了你，出来看看热闹，总比待在屋里强吧？真是来了好多人啊！是啊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么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仙娥，难道今日有什么大戏吗？这帝尊为了庆贺大战得胜，此次瑶池盛宴操办得格外隆重，更是广邀3界众仙，许多在凡界修行的仙族都受邀前来。你不是平日里总觉得天界无趣吗？指不定今日一见钟情，喜而忘忧，加上我的迷人法则，再凭你这张小脸蛋，轻轻松松就能断送我的小命。天条守戒就是情戒。唉，这不能生情成婚的是9重天上的天仙上神，这些仙族都是地仙，不受天条管辖。你以为这些仙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干嘛？那一个个的一门心思想重获自由呢。今天这么热闹，如果应元君在就好了。他之前答应过我会来看我的演出，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来。瑶池盛宴乃是天界盛事，应元君从未缺席，到时候他一定会结束云游，重回天界的。既然是帝君要检阅，你更应该打起精神好好排练啊！东海龙王到。龙尊殿下，远道而来，还备这些厚礼，足见龙族富强。帝尊已经为您备好了歇息的暖殿，请随我来。带了这么多厚礼啊！这有来有往的算什么？我可听说啊，此次前来赴宴的宾客帝尊都备下了厚礼，这藏宝阁囤的是满满当当。待欢宴结束后，便将赏赐的宝物随天河运下，分发至各个地仙府中。藏宝阁，那可是个荒僻无人、把手稀松的好地方。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是说盛宴结束之后，帝尊行赏之时，我们借此机会偷偷的溜进藏宝阁，把那个小仙龟藏在给龙王的赏赐当中，一同带到凡间。正是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差点忘了，给你的邀请函，记得来看我们演出啊！我给你挑了个好位置，要在演出前在后台给我们加油助威啊！放心吧，严旦，我一定来。午时开席。是啊，天界的正宴都是正午开宴，入夜方歇，怎么啦？你别跟我说你来不了啊！是，其实……哎，为了这个邀请函，我可是花了重金给你打造了黑鱼精的假身份。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盛宴上鱼龙混杂的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身份的。是，其实我……其什么实？你又不是蝙蝠族的，难道还怕光不成？反正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演出。我必来。到时候有惊喜啊！哎，是不是说田螺姑娘也会来？她要是来的话，那才好呢。不过她给了我很多启发，我在结尾处做了一些修改。严旦，还排不排了？3天后就要演出了，那么多话，能不能多亏感言时再说？哦，来了，记得。哦。我先力不稳，救严旦时更是虚耗了许多。如若日夜不休的加紧修炼，不知能否在盛宴当天白日化人成功，只能勉力一试了。
连排了3夜，还有4个时辰就演出了，这上百个灯笼一个一个点，不得点到天亮啊！那怎么办呀？如果现在不点的话，更来不及了。严旦，你学了那么多法术，就不能一口气把这些全点了吗？我又不是应元君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再说了，我是汉旦，我是属水的，火系法术我一点都不懂。严旦，你修为长了那么多，你试试嘛。那好吧，那我试一试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我再试一下。怎么回事呢？哇！好棒！好棒！哇！我点的，我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！好险，多谢你了。方才我可都看到了，还是严旦仙法高强。一般一般了，我们继续啊。好。修罗族以人骨为柴，以鲜肉为食，无不屠戮。若这光明非得由修罗族践踏我们的尊严和性命才能获取，那我宁愿亲手将它熄灭，在这黑暗中战斗至最后一刻。上古1358年，世间仅存的5位上神与上仙还清，射灭了象征修罗族统治的万古灯。创世之战由此掀开，龙族、九旗族、血鹰族、四叶汉旦族等数百仙族纷纷响应号召，加入战局。漫长的战役，漫长的牺牲，漫长的黑暗，只为证明尊严更甚于生命。应元君还是没有回来，估计你把我的事情给忘记了。怎么连云墨都没有来呢？你怎么才来？之夏，应元君肯定还在凡界散心呢，云墨或许被什么事给绊住了吧？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现在演到第2幕了，我马上也该上场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啊！知道了。
北冥仙君嫉妒星君。战争结束了，我竟然感觉不到结束的喜悦。134个仙族因此战而灭族，这是第135个。此族竟然有幸存，这是4叶汉旦。花开之时，祥瑞现世，正宜养在瑶池之中。你这妹妹真会来事儿啊！仙是颜旦，以《创世英雄传》一系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，愿3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以示先烈。欢颜如恋，悲苦如己，浓者必哭，淡者履身。看来应元君为你起的这个名字很合适你啊。4叶汉旦，有女如此，看来你可以再一次光耀门楣了。颜旦愚钝，幸而得到应元帝君的相助，才有了今天这场戏。愿不负帝君苦心，更愿3界再无战事，永继英雄。你看，此戏众仙家因你而欢颜，皆是因你之巧思啊！看来如一展欢颜。哎，看来帝尊是没有看懂这出戏创世之战是何等艰难！此戏看似充满希望，实则是对战中牺牲者的叹惋与悲悯。方才殒命的北冥仙君在戏末出场，就是想牵引出在座各位仙家们的哀思。没有想到众仙家只有笑，没有泪，上古100余仙族就此灭族。众位仙家是何等心肠，还能流露欢颜？火德，你喝醉了。今日是瑶池盛宴，你赶紧回你的仙府去吧，何必在此失态扫兴？魔界之战死伤惨重，堪比往日创世之战。4大帝君战死有3，基督星君、北冥仙君死于战争，这不是一宫一殿之悲，这是3界丧事。火德元帅，你喝多了，别再说了。你身为3界之君，不去神官林
钦持丧仪，祝祷守关，居然在这里居功自傲，还请圣果。天界兵将怎不心寒？此举怎能服众？老元帅，居功自傲的是你还是我？火德元帅，帝尊平日敬你重你，只因3界之中你的仙灵最长，帝尊之容忍却令你愈加狂妄，这是犯上不敬之罪。来呀，我犯了天条啊！你是不是要立刻把我抓到天刑台上受刑啊？来呀！帝尊息怒。火德元帅，作为援军，支援除魔之战，想必战场辛劳过甚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必勉强自个儿来辞。龙尊所言甚是，我天界并非没有修身养性之所，北冥仙君的故所玄心崖便是一处圣地。老元帅，从今日起便卸去你的兵权，到玄心崖颐养天年，也好寄托你的哀思和幽怨。你如此之下，本帅又何苦再为你带兵操练？与其日后独自在神关林里心寒，不如趁早去玄心崖里头养鱼浇花儿。放肆！帝尊，帝尊息怒。先是颜旦有一言，或许可以解帝尊之怒。讲。昔日，应渊帝君曾经看过此戏，他曾言，他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是因为功勋和美名，他只希望未经战争波及之人可以永享安乐。是以颜旦认为，无论是帝尊，还是火德元帅，你们的见解都无误，珍惜盛世，便是今年英雄。起来回话。帝尊，您与帝君相识万年，想必最了解帝君的苦心。我想您是不会怪罪于火德元帅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先是颜旦，兰心绘制，匠心独具，此戏理应夺魁。吾曾说，如在瑶池盛宴表演夺魁者，吾可以满足他一个心愿。颜旦，你有何心愿？说出来吧。多谢帝尊。四叶汉旦一族，如今只剩下我和姐姐芷溪。姐姐芷溪身为妙法阁的副掌事，如今已经通过仙阶考核，待下凡历难后，便可以升仙阶。颜旦想替姐姐下凡历难，由凡间经世事，写出更好的戏本。芷溪是500年前被魔界所伤的那个女孩吗？双生莲惯有一强一弱之说。这颜旦如此机灵，先是被应渊君收回宫中，帮助降服通敌奸佞，现在又得到了帝尊的赞赏，孰强孰弱还不清楚吗？恭喜啊，升仙阶指日可待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日后你行走在9重天之上，众仙看到你额上的仙殿，也只会想到今日颜旦的出挑吧。无允了，你姐妹2人商量好时日，来日禀明天法处，便可替她下界历难了。多谢帝尊。帝尊，颜旦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哦。颜旦与应渊帝君主仆一场。昔日
魔界奸佞攻上天庭时，多亏帝君所救，我才苟活于此。而此物，就是当时帝君所救时留下来的。如今旧物未还，帝君未归，颜旦无颜离去。愿帝尊开恩，待颜旦向救主叩恩，再行下凡。你倒是个忠仆啊！只是三大帝君心丧，只有冀都星君殒命，应渊帝君心情沉重，他已下凡去游历，吾也不知他何时可以放下自责，回归天庭。那帝尊可知应渊帝君现在伤势如何？他的伤势无碍。这样吧，等到应渊帝君回到天界，吾会告知于你，准你主仆二人话别，你再行下界。谢帝尊厚恩。姐姐，我刚才表现是不是特别厉害？你听到了吗？帝尊说了，你不用下凡了，我替你去就可以了。为了这出戏，我可是不眠不休的排了好几天呢。你都不夸夸我吗？你若想出风头，何必顶着帮我的名义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不想下凡历练？我不耐下凡的繁琐，是我不想，而不是我不能。你今日所为，是想告诉天界我的无能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注定是双生连中的弱者？那为何不干脆一些，在众仙面前比个高下？他昔日能击破我的仙法，几招收服浅云宫掌事，要打赢你，太轻松了。只惜啊，以你的仙力，颜旦恐怕不屑出手与你过招呢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姐姐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？或者我说了什么话让你伤心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哪怕你打我几下都行。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只是想让你开心。你不是我，怎么会明白我的心事？你以为你这样做我会高兴？你以为你不还手，我就会沾沾自喜地赢了你？可你这样做，只会让我更难堪。姐姐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姐妹之间要互相保护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对？那我做错什么？你告诉我。颜旦，往日你仗着帝君的宽和，任性妄为，如今你还借着帝君的话在盛宴上惺惺作态。马屁拍得好是你的本事，但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在盛宴之上喧哗吵闹，是失礼不敬之罪。我要去莲池旁赏花散步，你是要继续留下来与你妹妹拉扯不休，让人看笑话，还是清静一二？自个儿选吧。姐姐，你别跟他走。